微微呀，这个 PPT 我都熬了好几天了，实在是一点思绪都没有。我不想说话呀，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呀？下午开会就要用了，你最厉害了，能不能帮帮我？拜托拜托！完了，这整号系统不会说什么奇怪的话吧？你摸鱼摸了3天，昨晚追剧追到凌晨3点，现在让我给你擦屁股，没门！整号系统，你害人不浅呢，周思怡绝对恨死我了。夏新薇，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你不知道同事之间要互相帮助的吗？你要是心疼他的话，你可以替他做啊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死嘴，你快别说了！你给我滚回去写那个城西策划案，今晚写不出来不许下班。破系统真能替我得罪人。张姐，您消消气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换季干燥，我特地给你买了海之谜套装，您试试。思怡啊，你有心了，不像某些人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，眼里根本就没我这个上司。爱怎么样阴阳怪气都行，但千万不要问我话。微微啊，你说这个海之谜的套装好用吗？姐姐，我都特地走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呢？海之谜是挺好用的，但是这个套盒是周思怡花59.9块在拼夕夕上买的，不用假货，所以不知道好不好用。死嘴，你又闯祸了！夏新薇，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？你买得起海之谜吗？你分得清真假吗？5000块钱工资怎么了？难道我没有脑子吗？这个套盒上有2维码，一查验便知了，智商在线的人都会操作。完了，人家送真送假关我屁事啊！这一下得罪了2个人，以后日子难过了。没事的，张姐，你扫吧，我相信清者自清。思怡啊，我相信你，你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送假货呢？夏新薇，你是不是嫉妒思怡，故意诬陷她？嫉妒他什么？嫉妒他业务能力一塌糊涂，只能靠巴结上司上位了。张姐，你不会说话就闭嘴。思怡不哭了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我也不想说这些的，是你们非要问我的。夏新薇，等会儿公司开周例会，你跟我一块儿过去，长长见识。不对劲，这次周例会绝对是个坑。最近有一位美食网红在网上吐槽我司旗下的餐厅定价过高，性价比低，引发了一些讨论。这种议会应该轮不到我一个小卡拉米发言，只要不说话，就一定不会出错。关于网上的舆情，大家怎么看？林总，关于这个问题，微微昨天晚上才跟我讨论过，她有很不错的想法，不如让她说说。啊？我昨天什么时候跟你聊过？梦里吗？这位同事，你说说看。全公司的高管都没什么想法，我能有什么想法？我也不是公关啊。
我认为这件事情处理的核心在于真诚二字，逃避和删帖只会引起消费者们的反感。这真话系统居然认真打起来了。首先，启动公关黄金24小时的响应机制，一定要把舆论往正确的方向引导。可以买一些营销号和水军，说一些比较有利于我们的话题。最后，要建立长期的舆情监管机制。以上就是我对最近网上舆情的看法，谢谢。难道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都不说话啊？说得好，非常完美。看来这个真话系统不只是让我说出我心里的实话，他说的是客观事实，哪怕这些知识和信息我本人根本就不知道。那我岂不是等于有了个超级智库？微微啊，你想升职，想讨好领导，我都能理解。但是你今天在会上那样子说，你让高管的面子给哪儿放呀？你回答的那么完美，是不是用 AI 做答案了呀？这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绝了！要不是我那张嘴真气，现在我很可能就被总裁骂得狗血淋头，甚至卷铺盖走人了。太有理了！刚刚不是你在会上主动推荐我发言的吗？说起来我还没谢谢你呢。过，到底是谁用了 AI， 你心里没数吗？要不要我把你手机里用 AI 写的发言稿念一念？可以，我这嘴现在战斗力十足啊，怼死这个绿茶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夏新薇，你是不是偷看自己手机了？你可真不要脸！赵小慧，说起来看手机，全公司谁比得过你啊？全办公室所有男生的手机锁屏密码你都知道，你最喜欢看设计部李岩手机里的腹肌照。上周三午休，你还把其中一张偷偷发给了你自己。太变态了吧！夏新薇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李艳，你快检查一下你的相册。你胡说！你跟他计较什么？一个 loser 而已。你看看他，来公司3年了，工资涨过1分没有？自己没什么本事啊，就只会造谣，重伤别人，发泄怨气。夏新薇，别在这里装疯卖傻的，你什么实力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3年了，连个组长都混不上，真是个废物。我的实力我当然有数，而且我对别人的实力也非常有数。就比如你，王宁，努力爬上了总监的床，终于当上了组长。这可是年度级别的惊天大瓜呀！努力爬上了总监的床，终于当上了组长。真的假的？天呀，总监又丑又老，这他怎么忍得了？真话系统，你连这种八卦都知道啊？你血口喷人！我有没有血口喷人，你心里清楚。娘娘，刚才嘴上是爽，可这不分场合的口无遮拦，简直是在自掘坟墓。周四姨他们不过是小鱼小虾，但冯总监可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。
今天这件事情要是传到他的耳朵里，我怕是离被开除不远了。夏西薇，你知道我叫你来什么意思吗？知道，我在食堂把你和王宁的事情说出来了，你很生气。死嘴！我还没组织好委婉求饶的说辞呢，你怎么就开说了呀？你既然知道，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胡说八道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太好了，就算辞退 N+1的赔偿金，麻烦现在起立下检测。你，好，你立马收拾东西，给我滚！坏消息，被辞退了。好消息，拿到了 N+1赔偿。事已至此，只能重新找工作了。夏小姐您好，请问您对我们公司有多少了解？贵公司对外宣传团队规模300人，其中实际在岗人数53人，缴纳社保人数为0。死罪怎么又开始了？停下来啊！公司单休，所有员工都在做自己，没有加班费。老板丁总今年55岁，喜欢在办公室对女下属动手动脚，其中包括前台倩倩以及夏小姐，今天的面试到此结束吧。行吧，反正嘴巴说完这些，这破公司我也不想去了。我们是创业公司，你能接受加班吗？不接受，怕猝死。贵公司去年一共猝死了4名员工，全都是因为连续加班超过2周导致。你对上家公司的评价是？废物集合体。如果你和上司相处不愉快，你会怎么处理？当面好，背地去。为什么现在的面试官总是喜欢问些别人说假话的问题啊？难道现在公司招人考察的是撒谎能力吗？哼！好帅呀！这是谁啊？金圈太子爷顾思业，此次低调抵达南城，是为了来跟恒泰集团谈项目。既然正常的面试走不通，那我可以毛遂自荐啊！这可能是我唯一的就业机会了，豁出去了！顾总，我是来应聘你助理的。顾总，我是来应聘你助理的，我能帮你。我不需要助理。顾总，你问我3个问题，但凡有一个答错了，认领处置。什么问题都可以。好，那第一个问题，你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找工作。谁派你来的？我自己来的，我看了财经新闻，知道您要来。顾总，你能不能问一点有含金量的问题啊？我什么都知道。哪来的疯子？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几分钟耽误了我多大的事儿？来了，终于问到点子上了。我知道您的大事是恒泰集团的空间轨道项目，但是那个项目根本不像他们宣传的那么成熟，他们只是想骗你的钱完成 B 轮融资。他们的项目总工程师上个月就离职了，你现在上去就是等着被宰的冤大头。我不知道啊，没说过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？顾总，只要你问，我什么都知道，而且都是真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在想什么？那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在想什么？你在想
到底是谁泄露了你的行踪和计划？是公司的那几个老狐狸，还是恒泰的人自导自演？你还在想，我是不是他们故意派来干扰你判断的一颗棋子？有意思。顾总，你还可以继续问，我什么都知道。黑豹，在。给恒泰的郭总说一声，我晚饭要做场。是。上车。是的。这位小姐，你叫夏欣薇。好。那夏小姐，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那我就测试一下，你左边的这个男生他叫什么？今年多大了？陆和明，今年31岁。厉害啊，这话系统还真是什么都知道。内部都用代号，除了顾总，根本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啊。那他孩子多大了？他还没有结婚。这都知道？昨天晚上他在哪儿？星宇酒吧。喝了几杯？1杯没喝。他一直守在你的身边，保护你的安全。全答对了，他居然全都答对了。说说吧，空间轨道项目怎么回事？来了，决定我命运的时刻来了。立项初期，他们本来是想好好做的，可惜3个月前资金链突然断裂了，他们没钱继续烧了。项目总工程师陈淼想要继续做下去，跟公司高层起了冲突，上个月办理了离职。可是这个项目已经投资了3000万进去，他们现在想要废物利用，好好包装一下，骗你入局，以便完成 B 轮融资。他们怎么敢？那他们项目的主要工程师都有谁？总工程师陈淼，安全工程师王烨，结构系统主任工程师周磊。去了新西兰度假，昨天刚到皇后镇。黑豹，立刻去皇后镇把程淼请回来，这笔钱我不投了，咱们自己做。是。叶晓，在。通知恒泰的郭总，今天的会取消了。还有，让公司的战略部门把恒泰的股票全部收购，我要让恒泰下个月醒。是。顾总，他知道的太多了。他们眉来眼去的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顾总，我夏欣薇，他是要问我什么问题吗？死嘴，可千万不能乱说话呀！这是我唯一的就业机会，可千万不能搞砸啦！你知道这么多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当然是意味着我潜力无限，未来可期，是您最需要的人才啊！死嘴，等会儿一定要这么说。你捂嘴做什么？意味着我总是说大实话，容易找不到工作。完了，我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你愿意为我工作？好，那就从助理开始，月薪15万。15万！谢谢郭总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我终于找到工作了。顾总，我在皇后镇确实找到了程淼，而且根据您之前的吩咐，跟他谈好了条件。他在得知资金、场地、设备会全部一步到位之后，就立马同意了加入我们购置集团。
很好。那原来团队里的其他核心工程师呢？这程淼一来，其他的核心工程师也纷纷表示要加入公司，给恒泰递了辞呈。现在整个空间轨道项目组几乎原搬不动的搭了过来。进。陆总，我有大事要汇报。今早恒泰股价暴跌，我按照您的吩咐趁机收购。现在恒泰已经彻底成为顾氏旗下的子公司了。这行动能力也太强了吧！这就收购一个大公司啦？很好，你们干的都非常不错，尤其是你，提供的信息非常准确，让所有的事情都事半功倍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它里面有500万，就当是给你的奖金。500万，这么多钱，都可以直接在南城买一套大别墅了。区500万，至于吗？顾总，您是金圈太子爷，当然没感觉了。我以前1个月工资才5000，要是要攒够这500万的话，要不吃不喝83年才能赚到。顾思月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顾总的姐姐，好强大的气场。我来当然是有重要的事儿。选一个相亲。顾总，您和这些男的谁是？你没搞错吧？我一个男的，我相什么亲呢？你们都想哪儿去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帮我选一个，我去相亲。想死我了！不过话说回来，姐，你怎么想着相亲了？家里急了呗。哎，别废话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几个你应该都认识。认识是认识。这个，这个是萧家二少，唐氏集团总裁，陆家大公子，魏家公子。不过我只是在商场里面跟他们打过交道，不熟啊。逼你知道的，我看男人眼光向来不准。你是男人，肯定更懂男人，你就帮我看看吧。谢伟，你来。我那我试试吧。光看照片什么也看不出来呀，只能靠真话系统。系统，这4个男人哪个最适合顾小姐呀？顾小姐最倾向于这位萧家二少，因为长得最帅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嘛。可惜他是个海王，私生活混乱，一共有3个女朋友和2个私生子。这不会吧？不信的话，你可以查一查，他3个女朋友的电话分别是1474738、1888396、1098092。这你都知道？这真的假的？弟弟，3个人打电话问问。哦。喂？哦，请
请问您是萧二少的女朋友吗？我想联系她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才不是什么萧二少的女朋友！我才不是什么萧二少的女朋友！这怎么可能？难道真话系统失灵了？公司也不会因此质疑我的能力，将我辞退吧？我就说嘛，他怎么有这么大本事，知道这些信息？我可是萧二少的亲老婆，以后不要叫错了。不过萧二少不在我这里，你再想别的办法联系他吧。这居然是真的！还好，真话系统没有失灵，还是有点不信呢。还有2个电话，继续打。对，我是萧二少的女朋友。我是萧二少的女朋友，亲爱的，你朋友找你。姐，这个萧二少啊，确定是个海王无疑了。哎，小夏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你快帮我看看另外3个男人怎么样啊？这个唐氏集团的总裁会对你最好，但全是装的。他公司的资金链全断了，需要你的钱救急。这个陆家大少私底下给女主播打赏了1000多万，太败家。这个魏家的公子哥值得交往，人品好，性格也好。谢了，小夏，我这就派人去调查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妈除了给我安排相亲对象，也给你安排了2个，你也让小夏帮你看看吧。我不看，我目前以事业为主，对这个谈婚论嫁不感兴趣。还有，要是结婚的话，也是你先嫁人，我再结婚，跟妈就别操心了。顾总真是个热爱事业的好领导啊！小夏，你太神了！这几个人果然都有问题，只有盛世，就是那个魏家公子对我最好了。我给你转100万辛苦费，拿着随便花。银行到账100万元，这就到手100万，这次真是赚大发了。你这钱也太好赚了吧！嘴皮子一碰，钱就到手了，不像是我，还得辛辛苦苦挣钱。那当然，这叫天赋，你信不来？小弟，你运气真好，这丫头啊是个人才。工资翻倍，从我零花钱里出。听到了吗？好好干。谢谢顾总，你是个大小姐。我要出门约会了，挂了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月薪15万，翻倍就是30万，1年就是360万。小姐妹，你从我这挣这么多钱，一句谢谢就完了。这个送给你，算不算有诚意？哇，这可是我找了好久的绝版古籍啊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？我知道你喜欢什么礼物，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。这本古籍本来打算下周你生日的时候送给你作为生日礼物的，不过既然你现在就要我表现诚意，那我只好现在就送给你。死罪人，怎么什么都说出来了呀？这样我还怎么在顾总生日给他惊喜啊？你呀，居然还知道送我生日礼物，确实挺用心。这本书应该找了很久吧？
是挺不容易的，不过确实不容易。收藏这本书的老头隐居在山林里，我翻了好几座山才找到他，并且帮他做完了所有的家务，他才愿意把这本书卖给我。死嘴！你能不能委婉一点啊？你这样好像在邀功哎。你居然还挺诚实，这一点我很欣赏。不过你现在就送我生日礼物，那我生日那天你打算送我什么？到时候再送你一份更大的礼物。好，那我拭目以待。这嘴怎么乱说话？所以我还要送他什么大礼呀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小莹啊，又要跟盛世约会啊？是啊，妈。小莹，我不是让你把冯家和徐家千金小姐的照片给小叶了吗？他选的谁呀？弟弟他谁也没选啊，他说暂时以事业为主，还把照片给撕了。什么？照片给撕了？这不是胡闹吗？多大年龄了，自己的婚事一点都不操心。看来我得想想办法才行。对了，下周是小叶的生日，到时候呀，我办个生日宴，把冯家小姐、徐家千金都给他们叫来，让他们见上一面，到时候肯定行。你说，薇姐，你刚刚不是说要去约会吗？怎么又给我打电话了？弟弟，大事不妙了！妈说你下周生日，她给你办生日宴，还要把之前给你安排的2个相亲对象叫来，让你们见上一见。什么？姐，那我能不能不去这个生日宴？这可由不得你，你要敢不回去，妈肯定一哭二闹3上吊，逼得你不得不回去。哦。怎么啦，顾总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一筹莫展的？我妈要让我去见相亲对象，但如果我有对象，那是不是就能断了她这个念想了？顾总，你嘀咕什么呢？没事，夏新伟，你下一周陪我去一趟胡家老宅，陪我去参加我的生日。啊？还有这种工作？那是当然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等会儿做我女朋友，装像点，不然我扣你工资。装像点，不然我扣你工资。真话系统，听见了吗？等会儿老实点，别乱说话，不然我会被扣工资的。小叶，这位是啊，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以前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啊？
啊，我们两个才刚交往没多久，想来这次正好家里给我举办生日宴，就带他回来见见各位家长。伯母好，我叫夏欣薇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小叶，外边风大，带夏小姐进屋坐吧。幸好顾伯母没问我问题，不然我可控制不住正话系统。小杨，你不是说小易他事业为重，不谈婚论嫁吗？怎么现在女朋友都出来了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弟弟肯定是为了应付老妈安排的2个相亲对象，强迫小夏假扮的女朋友了。不过他们真能蒙混过关吗？你想吃什么随便拿，不想的话我喂你也可以。顾总也太会演戏了吧，我差点都要相信了。那位夏小姐居然能成为顾总的女朋友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她这么普通，顾总是怎么看上她的？看不上她也轮不到你呀。那边还有徐家的千金徐央和冯家的千金冯佳慧，都在等着和顾总相亲呢。顾夫人不是今天邀请我们2个来给顾总相亲吗？顾总这怎么突然冒出来个女朋友啊？不行，我得去问清楚。谁知道哪儿冒出来的这种阿猫阿狗，总配得上顾总啊？喂，你真的是顾总的女朋友啊？我说你有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啊？你这全身上下哪一点配得上顾总啊？这人怎么上来就问我问题啊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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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正话系统，你可千万要憋住啊！冯小姐是吧？欣薇确实是我女朋友，而且我们很相爱，我没觉得她哪里配不上我，还请冯小姐慎言。顾总，你不跟我在一起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不。忍住啊，不要说。欣薇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还问，我都要憋不住了，一堆真话都要冲出嘴巴了。那你捂嘴干什么？你要是不舒服，你跟我说呀。顾总，我没有不舒服，只是有些真话不吐不快。这位冯小姐，我的确不是顾总的女朋友，我是他的助理，是为了来帮他相亲来演戏。居然是演戏！我就说嘛，顾总跟那个夏小姐怎么看都不像一对儿的。什么？演戏？小叶，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，关系到我们顾家的未来，你怎么能让你的助理扮演女朋友来欺骗我呢？你怎么能让你的助理扮演女朋友来欺骗我呢？小夏也太耿直了，弟弟你惨了。我就说他怎么土里土气的，原来就是个小助理呀！我看就是你这个小助理想勾引顾总，所以故意想出来的馊主意，对吧？我土气怎么了？也好过你全身都是假货强。脸是假的，鼻子是假的，双眼皮是假的，连胸都是假的，都是假货。难怪这么不自然呢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信不信我告你大人？我信，但你告我也没用，毕竟在事实面前，法院会证明我没有。死嘴，别说了，
这里的人我一个都惹不起啊！你是想害死我吗？冯小姐，这里是顾家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说闭嘴！冯小姐，这里是顾家，你要做什么？顾总，他都出卖你了，你还这么维护他？他说的是实话，而且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还轮不着你来多嘴。好，看在顾家的面子上，我今天可以不跟这个胡说八道的贱人计较。但是顾夫人，今天是你邀请我来和顾总见面的，结果你就整这么一出，这就是你顾家的待客之道吗？佳慧，你别生气，这小易呢，找人带的女朋友是他有错在先。小易，还不赶紧带佳慧到那边坐聊聊天，道个歉。我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冯小姐，这边请。现在有顾思业护着你，但总有他护不住你的时候。站住，围起来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要对我做什么？你猜？你们是冯家慧派来报复的。居然是那个冯家慧！真花系统，你害人不浅呐！还真被你给猜出来了，你也不算太笨嘛。那你可要配合好了，等会儿不要大叫，我们只要打你一顿，给冯小姐录个视频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哎，别！你们能不能别打我？我怕疼。我可以现在就去跟冯小姐道歉，求求你们了，饶过我吧。道歉要是有用的话，他花钱找我们过来干什么？你俩去摁住他，你俩给他扇巴掌，我来给他录视频。冯小姐给你们多少钱？我给你们双倍，双倍。那可是冯家大小姐，你真以为你给我们点钱，你就能收买我们了吗？等等，你们不觉得拿一样的钱，你们负责打人，他负责录像，很不公平吗？论起罪来，你们是故意伤害，他顶多是个从犯。你这是挑拨离间，你俩别听他的。可他说的不无道理啊！那你觉得怎样才公平？总要有人负责录像，有人负责打人吧？而且我们的钱都是均分的。谁说你们是均分的？真花系统，你终于要支棱起来了吗？多说，快说！张小果、陈萍萍，你们是文红找来对付我的人吧？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名字？对呀，我们都是王红找来的。他说冯小姐给了我们3万，我们一人1万，一起报复你。3万？你们都被他骗了。冯家慧一共给了他50万，才给你们一人1万，还让你们干这种打人的脏活。50万？什么50万？人家冯大小姐就给了我3万，我没见50万。你怎么知道冯小姐给了她50万？你们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你们只需要拿到王红的手机，一看转账记录便一清二楚。他这明显就是为了挑拨咱们之间的关系。你俩别信他的。你这么心虚做什么？是不是被我说中了，不敢把手机拿给他们看？对呀，给我们看看你的转账记录。不是，手机是我的隐私。我们小姐真给他转了50万。好啊，说
找你俺帮忙，呀这1万块钱也拿不着。好，我这1万不要了，你那48万也别想要。就是，王红，你个贱人！总算躲过一劫。顾总，听说你很懂酒啊？我呢，今天特意带了一瓶珍藏了好久的低筋酒庄1787过来，想和你一起品鉴一下。那冯小姐有心了。那顾总稍等片刻。星薇去哪儿了？只有顾思业这种身份尊贵、长得又帅的男人才配得上我。虽然他没有谈婚论嫁的打算，但只要我们生米煮成熟饭，顾家一定会要求他娶我。那我顾太太的身份不就坐实了？来，顾总尝尝。香气馥郁浓厚，层层递进。入口顺滑甘甜，风味独特，不错，是好酒。顾总喜欢就好。我们家呢还有一瓶马桑德拉1775，下次呀也带过来给顾总尝尝。是酒喝多了吗？怎么感觉有点晕乎？顾总，你怎么了？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冯小姐，可能是我不胜酒力，我先失眠了。顾总，要不我扶你回去休息吧？不用。哎，顾总呢？去哪儿啦？顾思业被冯家慧下药带走了。如果你不现在去找他，顾思业就会人财两空，而冯家慧也会坐上顾太太的位置。什么？在顾家给顾总下药？冯家慧，你是这个啊？不对，如果冯家慧坐上了顾太太的位置，那我的工作就不保了。真不枉我费尽心思都想得到你。不过，生米煮成熟饭之前，还是得先去洗个澡。宝贝儿，我去就回，你在这儿乖乖等我回来哦。门锁上了，怎么办？顾总不会被冯家慧得手了吧？还没得手，冯家慧有轻微洁癖，去洗澡了。那我要怎么打开这扇门啊？隔壁的房间有全屋的钥匙，包括这间房间的。顾总，
顾总，顾总，你快醒醒啊！顾总，顾总，顾总，你终于醒了。顾总，快跟我走，冯家辉马上要洗完澡出来了。顾思夜呢？紧赶慢赶，总算赶上了。顾总，你还清清白白的，真是太好了。我现在就去倒杯水，让你缓缓。顾总，你要干什么？夏雪薇，你不是说你要假扮我的女朋友吗？怎么现在你真退缩了？因为别人问我问题，我没有办法说假话，只能说真话。而且我没有答应要陪你演戏，是你逼迫我的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你说你要在我生日宴会上送我一份大礼，那大礼呢？这份大礼就是我。现在你被冯家慧下药了，我刚好可以给你充当解药。什么？真话系统，你疯了吗？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顾总，我刚刚开玩笑呢，你别当真，我这就是给你找真正的解药。该死的真话系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把自己作为大礼送给顾思夜？因为你喜欢他，这不正好吗？真话系统，这话可不行乱说呀，万一被别人发现我对他有非分之想，我的饭碗就不保。真话系统，你快告诉我，给顾总解毒的解药在哪里啊？我这就去找。这毒不用解，只要过2个小时就会自行消退，且无副作用。啊，那还好，只要让顾总在房间里待上2个小时就好了。不过，生日大礼的事情怎么解决？中华系统，这是你说的话，你得负责。顾宅外有辆白色的汽车，里面的监控刚好透过窗户玻璃拍到了冯家慧给顾总的酒下药的一幕。你只需要拿到这段监控录像送给顾总，他自然会好好利用。是这辆白色的车吗？没错，就是这辆车。你在我车旁边鬼鬼祟祟做什么？我想拿到你车内的监控录像。啊，这不是顾总的另一位相亲对象吗？你是假扮顾总女朋友的那个助理，好像叫徐小姐你好，我叫夏新薇。夏小姐，你为什么想要我车内的监控视频？因为你车内的监控录像拍到了冯家慧给顾总下药的一幕，而我刚好需要这段视频送给顾总作为生日礼物。你这人还挺诚实的，一问你就什么都说出来了。你以为我想的吗？还不是都怪可恶的真话系统。你就不怕我和冯家慧一起对付你吗？不怕，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好姑娘，你跟冯家慧不一样。而冯家慧如果没有跟顾总联姻，不是对你跟徐家都有好处吗？你还挺能说会道的，那你说说看，
我为什么要将监控视频这份大礼让给你，送给顾总？我大可以自己送给他，没准还能促成我和顾家的联姻呢。对啊，他自己可以送啊，这个怎么办？因为你已经心有所属，你根本就不喜欢顾总，而你今天来也只是为了应付家里，所以你不会将视频亲自送给顾总。原来徐小姐心有所属，看来要拿到监控视频很有下。你怎么知道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？我不仅知道，还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一个大学教授，很有才华，但家境不好，生病的爸，没有工作的妈，年幼的弟弟妹妹都指望着可怜的他。而这样一个穷小子，你们家是不会允许你跟他在一起的，所以你也很纠结，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段感情。连这你都知道？你查过我？这段地下恋情你隐藏得很好，连徐家这样的大家族都察觉不出来，何况我一个小小的助理呢？但我就是知道。千金大小姐和穷小子的地下恋，刺激！蒸发系统，再多说点。看来你还挺有能耐的，难怪顾总会把你留在身边，让你一个平平无奇的人成为他的助理。我平平无奇？好吧，要是没有蒸发系统，我确实平平无奇，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顾总。那你说说看吧，看你能帮到我什么。如果我觉得你的点子确实有用，我可以把监控录像给你。其实你喜欢的穷小子并非穷小子命，而是江城欧阳家的真少爷。啊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欧阳家可是江城第一世家，你说周青是他们家走丢的少爷？虽然很匪夷所思，但蒸发系统就没出错过。只要徐小姐喜欢的人认亲成功，徐家肯定就不会阻挠他们在一起了。我说的当然是真的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大可以收买欧阳家的佣人，取到欧阳老爷子的头发做 DNA， 一验便知。你真的没有在忽悠我？我可以向你发誓，如有不实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不是，你真发誓啊？还咒得这么狠？我暂且信你一回。派人去江城欧阳家，想办法拿到欧阳家老爷子的头发去做亲子鉴定。我可以把监控录像给你，但如果我发现你说的全是胡话，我会让你知道欺骗我的后果。是，徐小姐你放心，我说的错不了。顾总，我来给你送大礼了。你干嘛？这就是你的生日大礼，里面的监控视频是冯家辉给你下药的全部过程。怎么看？还真如蒸发系统所说，顾总的毒自行缓解了。肖新威，你盯着往哪儿看呢？胸肌。蒸发系统，不该你回答的问题，不要乱回答呀。我看你胸肌练得挺好的，
好奇你在哪儿练的？好奇啊？那行，那下次我锻炼的时候，我就把你带上，你给我当陪，怎么样？锻炼什么的，还是别叫我了吧。夏启伟，这份大礼呢，我还算满意。再加上你把我从冯佳慧的手上救下来，也算是对我有恩。所以呢，你今天戳破假扮我女朋友的事情，我就不追究了。那是不是就不用扣工资啦？嗯，谢谢顾总。不扣工资就这么搞笑啊？真是个小菜。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你带了2个帮手，连一个小助理都收拾不了吗？对不起，冯小姐，都是我无能，我可以把钱退还给你。我在乎的是这点钱吗？我是咽不下这口气。算了，你给我去调查清楚，到底是谁坏了我的好事，把我床上的顾思夜给我弄走了。这我知道，都是你夏新薇。什么？怎么又是他呀？喂，爸，怎么了？丫头，你怎么这么能闯祸呢？居然给顾家的少爷下药，还被人拍下了证据，你是要毁了我们冯家吗？顾思夜，你以后就别再想了。顾家说了，你要再敢纠缠，就把你下药的证据公之于众。什么情况？爸！你给我去调查清楚，到底是谁拍下了我下药的证据？是谁拍了我不知道，但是证据是夏新薇给的，顾总。什么？夏新薇，我跟你不共戴天！夏新薇，你上次找到的那个视频录像很有用，我妈看了那条视频以后啊，答应我暂时不给我安排相亲了。能为顾总排忧解难，是我的荣幸。顾总，来大事了！江城欧阳家刚派人来，是要跟顾氏集团谈谈有关新能源项目的合作。江城欧阳家，哎，他们家不是一直都做外贸生意的吗？几乎不怎么跟国内的企业合作，这次怎么想着跟顾氏集团谈合作？江城欧阳家，难道说？喂，徐小姐，收到江城欧阳家想跟顾家合作的消息了吗？收到了，徐小姐。这件事难道跟徐小姐您有关？小夏，周庆居然真的是欧阳海走丢了25年的孩子，他已经认祖归宗了，回了欧阳家。徐家也接受了我和他在一起的事，我们马上要结婚了。恭喜你啊，徐小姐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这也是多亏了你告诉我，周青是欧阳家走丢孩子这件事。欧阳家为了感谢，让他们父子团聚，又知道顾氏集团一直想进军新能源产业，所以打算跟顾氏集团达成合作。切，顾氏又不是我的，要感谢我，怎么不给我实质性的谢礼？那我就替夏新薇谢谢徐小姐还有欧阳先生了。怎么了？欧阳先生要感谢你，没有给你好处你不开心？没有给你好处你不开心？怎么会？对啊，他们要谢谢我，怎么不给些实质性的谢礼？你死嘴，瞎说什么大实话？你这种耿直的性格呀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不过，徐小姐这么做其实是在帮你揽功，她怕
因为我生日宴的事儿把你给开除。原来是因为这个。等这次的合作谈成了，奖金少不了你的。上次是500万的奖金，这一次的项目大概也就有个1000万级别的奖金。1000万奖金！喂，小夏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怎么突然把我电话挂了？是顾总挂断的。行了，跟他出去聊，我跟叶潇谈点事。喂，徐小姐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，别叫徐小姐这么见外，叫我阿央就好。我最近正在为新公司的方案头疼，我把资料发你，帮我看看。你觉得这2个新项目哪个能成？第一个、第2个项目看似回报率高，但是后期合作的供应商有以次充好、偷换材料的前科，而且合同里面有几个条款也容易让他们钻空子，不出半年，项目就会烂尾。好，我听你的，选第1个。小夏，神了！第1个方案进展顺利的不可思议，你真是福星。小夏，你别在顾思业那屈才了，来我这干怎么样？他给你多少，我给你双倍。徐小姐，我的人你也敢挖？这事儿免谈。你个小财奴，给点钱你就想嘚瑟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我还没来得及拒绝呢。可是这么多钱对我们打工人来说真的很有吸引力啊。对，又暴露我。顾氏跟欧阳家的合作已经谈成了，我答应给你的1000万奖金，给你。谢谢顾总，我这直接实现财务自由了呀。另外，我再给你涨2倍工资，这样是不是就能安心留在顾氏集团了？顾总，我发誓，我以后生是顾氏集团的人，死是顾氏集团的鬼。那今天看你这么开心，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？好呀，顾总，我们去吃饭吧。你吃什么？我请客。那这样，让你给我做顿饭吃怎么样？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啊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看来我要使出压箱底的本事啦！新伟，你这饭做的有模有样啊！那当然啦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我上初中的时候就会自己做饭。也是，毕竟啊，在大学的餐厅打工打了2年，学的也不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会真以为我会把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安排在我身边这么久吧？啊？其实，在你入职的第2天，所有的资料就已经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了。那也太没有隐私了吧！我岂不是一点秘密都没有？怎么，你还想隐藏什么秘密？比如有喜欢的人？
么哪壶不开提哪壶？你别忘了，真话系统你也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能问？说说嘛。谁呀？是你。对不起，顾总，我知道喜欢老板很尴尬，但他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富帅，我很难不动心啊。没关系，喜欢就喜欢嘛。我对我自己的魅力还是了解那么一点点。啊？我说。这个狮子头啊，口感丰富，鲜嫩多汁儿，还有这个蟹黄豆腐也特别好吃。这家伙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你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吃啊！虽然情场失意，但至少我的钱是赚到位了。今天我要买房，买好几套，一套自己住，剩下的租出去，当个快乐的包租婆。嘿嘿，你去，我不去。穿的这么普通，一看就是个打工的，估计连咱这一个厕所都买不起。就是。你们好，请问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房子吗？这位顾客，我们雅韵喝亭的房子，最小的户型也要好几百万一套。你要不要掂量自己的钱包，看看能不能买得起再见我？这就是你们对待顾客的态度吗？就你这模样，配当我们的顾客？能买得起房子的才叫客人，买不起的只能叫路人。就是跟路人多说一句话，不嫌浪费时间。你们，我要投诉你们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客人，我是这儿的经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经理，我是来买房子的。你们这儿的销售狗眼看人低，说我买不起你们的房子，还说多跟我说一句话都浪费时间。是不想在这干了吗？快给客人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去给客人倒杯水来。客人，消消气，我来介绍我们的楼盘。死穷鬼，喝死你！给你。你干什么，死穷鬼！快叫保安！保安！这里有人惹是生非！保安！客人，这是干什么？虽说我的员工有些失礼，但你也不能这样说。他刚刚往我的水杯里吐口水了。什么？你胡说！你有证据吗？我刚刚明明都跟你道歉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污蔑我？证据？这附近也没摄像头啊。中华系统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那个大叔的手机里就有证据。你又在胡说什么啊？他手机里有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个大叔是个制服控，最喜欢偷拍穿制服的女人。他一共拍了5张照片，其中有1张就是你往水杯里吐口水的照片。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我可是你们的顾客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看他手机里真的有偷拍我们的照片，怎么可能？这位先生一身名牌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干出偷拍这种事的猥琐男啊！
你不会是被他收买了吧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不信你看看手机。手机是我的隐私，谁都不许看。小姐，我告你们！经理，让保安把他的手机交出来。这种偷窥狂绝对不能放过，出了什么事情我负责。保安，搜出这位先生的手机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告你们！他果然是变态偷拍狂。赤山，这手机里真有你往水杯里吐口水的照片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这位小姐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的无礼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怕这件事情一旦被捅出去，你在服务行业就被封杀了。经理，现在市场环境不好，你不要开除我好不好？你去收拾收拾，走吧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小姐，刚才都有失礼，真是对不起。多亏了您，偷拍狂才能被抓到。下面由我来给你介绍介绍我们楼盘吧，好吧？照顾好客人，我给他带到警局调查，你别再出什么岔子了。嗯，带走。哟，这不是被我们公司开除了那个月薪5000的夏新薇吗？你也来看房啊？恭喜你啊，王宁，地下恋转地上了，靠爬床爬上总监夫人的位置，真有你。哎，宝贝儿，别跟这种疯子一般见识。你不是喜欢这栋楼王的房子吗？老公给你买啊！哇，莹莹，总监对你可真好，出手就是楼王。听说这楼王至少得10万吧？谢谢，亲爱的夏新薇，我已经看好要买的房子了，你看好了吗？哦，不过就算你看好了，恐怕也没钱买吧。我本来是选好了要买这里的楼王的，可是你们这群低素质的人也要入住楼王，那我想想还是算了，免得拉低我的素质。我就要天轩阁顶楼的这3套复式吧。什么？3套？夏新薇，你是被开除受刺激疯了吗？你以为这里是菜市场啊？开口就是3套复式，你有财富吗？我当屁股穷酸味，我都不信你能有几个钱。我看啊，你是打肿脸充胖子。这3套房子最起码得几千万吧？你这月薪5000的底层牛马，银行都不敢贷款给你这么多钱啊！谁说我要贷款？我要全款拿现。哎，他真是疯了！夏新薇，你要是能全款拿下这3套房，我跪下给你道歉。那我就自扇巴掌大喊有眼无珠。那我就倒立吃屎。亲爱的，我陪你。好啊，那你们记好了刚刚说的话，光说不做哦。我就要刚刚看上的那3套天轩阁的复式。这3套房总价1500万，你确定要签合同？确定。夏新薇，事已至此，你还在这装呢？你还真是个 low 货！你不会真以为拿一张破卡就能刷出来1500万吧？有好戏看喽！已成功支付1500万元。怎么可能？是，恭喜业主喜提3套新房。好啦，现在你可以开始下跪磕头了，你也可以开始
自扇巴掌，大喊有眼无珠了。你们可以开始你们的表演了。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被公司开除了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买房啊？是我之前是因为揭穿你们这对狗男女的权色交易被公司开除，可那又怎么样？难道世界上只有你们一家公司吗？不对，夏新薇之前不是一直在找工作吗？我听说5000的岗位都没有人用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找了一个有钱的老人，被包养了。夏新薇，你为了钱什么都能干得出来，你还真是恶心呐！啊！那个女孩为了钱出卖身体，真不要脸啊！他爹妈是怎么教他的呀？连礼义廉耻都不要了。我买房子的时候，你们说我没钱；我买了房子，你们还造我黄谣，你们怎么这么贱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买房子的钱都是合法劳动所，清清白白。劳动所的？什么劳动啊？床上劳动吗？像这种为了钱出卖身体的女人，人人得而诛之啊！对呀，打死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王宁，你怎么有脸说这话？你当上组长的位置，不就是靠爬上总监的床？我闭嘴！你居然敢打我！保安呢？快把他们抓起来！保安送偷拍狂去警局了，经理也不在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。要不你先去躲一躲吧。爷，他们人多势众，跟他们硬碰硬可没好处。夏秋薇，给我站住！堂妹，你拜托我的事情办成了。谢了，堂哥。等会儿呢，我就把1000万直接打到你的账上。你呢，可千万别忘了把夏新薇受辱的视频发给我，我要给他发到网上去，让所有人啊都看到他狼狈的样子，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来。夏新薇，开门！夏新薇，把门给我开开！再不开门，我们就把门给踹烂了！看看所有人都死成什么谣言，不会再有人来报。我去把门开开！现在报警，警察就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。侯思叶，公司一定会来救我。开门！喂，顾思叶，我现在被困在雅苑和你的杂物间了，怎么不接到造谣，还要打我？快点！什么？你把门锁好，千万别出声。10分钟，我马上到。学不知道这扇门能不能说什么动？夏新薇，你无处可逃了。住手！你们是谁呀？为什么要抓我们？起来！什么情况？那不是顾氏集团的太子爷顾思业吗？我的天啊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他就是那个金主？嘘，小声点儿。这女的能够攀上顾少，也算是她命好。什么命好？不就是个捞女吗？有人信？
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夏小姐她是我的特别助理。啊！夏行为被公司开除之后，进了顾氏。夏小姐买房的钱是我们顾氏集团给她的项目奖金，区1500万，我们顾氏集团还是拿得起。至于你们这些散布不实言论的人，我们顾氏集团的法务部会跟你们聊一聊。奖金？这么多奖金！我的天哪！这是签了多大的单子啊！顾氏集团的福利待遇是出了名的好，我听说中秋节他们都给发了几万块，这么多的奖金肯定是真的。刚刚造黄谣的人真是坏！哎，他们想跑，别让他们跑了！顾总，我们帮你们抓人。最讨厌这种乱造黄谣的人了。脸上的伤是他们谁打的？啊？顾总怎么知道我挨了巴掌？难道我脸上有巴掌印吗？就是他。打回去。啊？打？他打你，你不敢打回去啊？你要是连这点魄力都没有，还怎么给我当助理啊？夏行伟，你敢！这一巴掌还给你！这一巴掌还给你！夏行伟，我杀了你！把他们送去警局。是。好了，走。顾总，这次真的谢谢你啊！我的人被一群乌合之众堵在了杂物间，这要是传出去，顾四爷的脸往哪儿放？不过我记得前几天某人还很勇敢的跟我说喜欢我，怎么对自己喜欢的人喊顾总啊？四爷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看在你今天受到惊吓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不过我得惩罚你。啊，还要受惩罚啊？就罚你给我做顿饭。好。周思怡、赵小慧、王宁、冯有德这4个人呢，就是从你之前的公司滚蛋的。他们不止被开除了，还因为诽谤罪受到法院的传票。我的人那不能白白受了委屈，违法犯罪就必须要付出代价。虽然只判了3年，但是有了案底，他们这辈子呀也就那样了。3年？我在那家公司不多不少正好待了3年。这3年里，我受过排挤，背过黑锅，咽下无数的委屈。这个3年是巧合还是他故意为之？算了，这些都不重要。谢谢你啊，顾思妍。他们之所以这么嚣张，其实也有我一部分。他们背后的人其实是冯家辉，是冯家辉让他们羞辱你的，只是因为你提供了他给我下药的证据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他们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你做出那样的事情。不过你别担心，顾氏集团已经停止了跟冯家的合作，并且全行业封杀了冯家。冯家现在自顾不暇，以后没机会再来找你麻烦了。谢伟，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很爽？废话，当然爽了，
不用装模作样，让人天天看到你这张帅脸。哦，靠北啦，死嘴，你又瞎说什么大实话呢？原来喜欢我这张脸呀？是又怎么样？那我呢？喜欢吗？喜欢。爱吗？爱。死嘴，你要不要答应的这么干脆啊？好吧，那就看在你这么诚实、这么爱我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让你做我女朋友吧。什么叫勉为其难呀？怎么，你还不乐意了？那正好，反正我也省。谁说我不乐意？好吧，看在他长得帅，还这么会给我出气的份上，这恋爱谈就谈吧。思燕，思燕呢？该不会昨天晚上都是做的一场梦而已吧？你睡醒了？我刚买完早餐回来。还好，不是在做梦。来，吃点。我真的成了顾思叶的女朋友，这次不是演戏，更不是做梦。感应到宿主已事业爱情双丰收，真话系统任务达成，正式解绑。解绑后，宿主的嘴不再会自动说出真话。啊！真话系统解绑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以后不用被迫说真话得罪人啦，那岂不是美滋滋？目前研发的完全可重复使用航天技术，是降低太空探索成本和提高生产任务的关键。2025年技术实验完成首条3公里试验线路，设完了，载重没了真话系统，我还怎么回答问题啊？不要问问题，不要问问问题。谢伟，你觉得这个投资有没有价值？我夏助理今天是怎么了？平时不都有问必回的吗？今天怎么支支吾吾的？难道他回答不出来？谢伟，是不是不舒服？如果思叶知道我是个没了真话系统就会一无是处的草包，会不会不再喜欢我，要跟我分手？不行，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谢伟，顾总，我没事。我认为应该暂缓这个项目的投资。这个技术虽然听起来很前沿，但是风险远大于收益。第一，他说完成首条3公里实验建设，可是其中失败了多少次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最后，市场占比刚刚达到 25%， 那么剩下的 75% 就是未知数。顾总，以上就是我的个人建议。好，那我认可新薇的建议，咱们先暂缓这个项目的投资，毕竟现在入局风险确实大，等咱们技术成熟以后再入局。刚刚
好像不靠真话系统回答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。难道说我之前做的一切起作用啦？因为我过去的知识水平无法理解真话系统在工作上的很多回答，所以每天下班后我都会在努力学习研究那些内容。久而久之，真话系统回答的问题我就都能听懂了。太好了，所以说我现在靠自己就能胜任这份工作了。哎呀，这男主求娶女主的排场可真气派！哎呀，等我儿子谈恋爱，我也要准备这么多聘礼去求娶儿媳妇儿。真可惜，我那不争气的儿子这么大年龄了，还没谈过女朋友。妈，弟弟那边有情况啦。什么情况啊？又谈好了一个大单，还是又被合作商给坑了？不是，是弟弟呀，好像谈恋爱了。什么？哎，这榆木疙瘩脑子终于开窍了，我要有儿媳妇了！哎，快告诉我，是哪家的千金？我要准备聘礼呀，去求娶儿媳妇儿。那就不知道了，但肯定有情况。今早啊，我去公寓找他，结果发现他夜不归宿，说出差，他可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儿。那你问了夜宵跟黑豹了吗？问了，都不肯说，但是没否认就代表默认了。看来该我出马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我女朋友做的饭，当然好吃。不过，谢伟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公开咱们俩情侣的身份？非要每天鬼鬼祟祟的在办公室里面，你就这么害怕别人讨论咱们俩？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身份太悬殊了。你是堂堂金圈太子爷，之前相亲的都是豪门的富家千金小姐，我就是个小助理。哇，那些豪门世家千金，我可没看上，我就看上你这个小助理了。那你是怕我妈反对咱们俩？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那一步，我才不怕顾伯母。谢文，我发现你最近不对劲。有吗？你学会说谎了。我发现你最近不对劲。有吗？你学会说谎了。其实我之前……好了，这个小傻瓜，你要不想解释的话，就不用解释。你之前确实是太诚实了，这样容易吃亏。偶尔口是心非一下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。谢谢你啊，思夜。高手不错。你们俩让开，我找我儿子有事儿呢。总裁现在不方便，夫人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哎呀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！不行，停！是你？夫人好，
顾小姐好。弟弟，你跟小夏这是又在演戏啊？妈，姐，我这次不是在演戏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跟新薇在谈恋爱，她是我女朋友。小叶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你是顾家的接班人，而他就是普通人家出生的小助理。妈，我想得很清楚，我不在乎这些。好，好，好。妈，怎么？你以为我要打他？小莹，我这恶婆婆演得怎么样？惟妙惟肖。演戏？把我的聘礼送进来。这些你喜欢吗？这个呀是山顶别墅的房产证，2套了。这个呀是富拉斯红宝石项链，这个是东海极品夜明珠，还有这些，你喜欢吗？顾夫人，我和思叶还没有到这一步呢，我们……你叫我顾夫人，你得跟小叶一样叫我妈。妈，在下聘你之前，你好歹让我求个婚呢。新闻，我本来想找个更浪漫的地方给你求婚的，都怪我妈，把原来的计划全部打乱。新闻，你愿意嫁给我？你愿意嫁给我？什么时候买的呀？咱们俩确定关系的第2天，我就已经买了。从我开始洗澡，就认定我一定要去。原来你这么早就开始喜欢我了。好吧，看在你既然这么早就喜欢我的份上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啦。这小东西还挺记仇。新伟，以后你可是我顾思叶的太太了。你也是我夏新薇的先生了。